见妈妈也想一起去东京，萧初然便道：妈，去东京是因为若琳，她搞到了一个美国歌手的演唱会门票，邀请我和叶晨一起去看。看演唱会啊？马兰顿时有些失望地嘟囔一句。我最讨厌那种场合了，轰隆隆的震得脑浆疼。说着，他连忙又道：不如这样呗，初然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咱们没事了就一块逛街。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在酒店等你们就是了。接着，马兰想起什么，继续道：而且你看若琳一个人对吧？一个人不也得开一个房间吗？不如就开个双床房，我跟她住一屋，你跟叶晨住一屋，住宿费都省了。萧初然无奈道：妈，去日本又不是我张罗的，是人家若琳张罗的，我要是带着你一起，还不知道人家会怎么想呢。再说现在出去玩，谁不想自己住一个房间啊？平白无故多个人一起住，肯定有各种不方便。说罢，萧初然又补充一句：而且我们去了也待不久，演唱会前一天去，演唱会第二天就回来了，行程这么紧，基本上没什么可玩的。马兰听了，有些悻悻地说道：时间这么短，就有点没意思了。出去玩不就讲究个轻松自在吗？我可不想跟特种兵似的来回折腾。萧初然见马兰不想去了，便也劝道：是啊妈，行程这么紧，确实没什么时间可玩。你要是想去日本的话，等明年开春我带你去日本看樱花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马兰欢快地答应下来，全然没了参与这次东京之行的念头。叶晨对演唱会这种事情一向是没有什么兴趣的，让他耐着性子看完的演唱会只有顾秋怡的专场。虽说那个名叫塔瓦纳的美国女歌手确实很火，甚至比顾秋怡还要火，但叶晨属实不感冒。不过毕竟是老婆喜欢，而且他又要和董若琳一起去异国他乡，自己要是不跟着，确实也有些不太放心，这才只能责无旁贷地答应下来。他在网上预定了后天中午金陵直飞东京的机票，又预定了东京最好的安曼酒店，也是当初苏之瑜和苏之飞兄妹俩被绑架的那家酒店。由于后天就要出门，叶晨第二天一大早便驱车去了香榭丽温泉酒店。他来香榭丽主要是为了见一见在这里藏身在这里的云如歌。云如歌这段时间一直在这里闭关，说是闭关，但其实更像是被叶晨软禁在此。叶晨虽然让洪武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条件，但也要求洪武以及其他人盯紧他，不得让他离开香榭丽半步。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他的不放心，同时也是担心他抛头露面会暴露他自己，继而招来麻烦。好在云如歌恪守承诺，不曾动过离开这里的心思。见到叶晨，云如歌有些惊奇，他已经有日子没见过叶晨了，在他自己心里早就认为自己已经被叶晨放弃。他这么想的原因也非常简单，因为叶晨明确告诉过他，自己暂时没有办法解除他体内的剧毒，如果那剧毒解不了，云如歌也不过只有1年多的寿命。对于一个还剩下1年多寿命的人来说，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剩余价值可言了。云如歌觉得，既然自己对叶晨已经没了价值，叶晨也自然没必要在自己身上浪费精力，这么长时间没露面，也就情有可原了。云如歌看得开，倒也不怪叶晨，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老老实实待在这里闭关清修，等到大限将至的时候，如果叶晨还没有办法替自己解毒，那自己就向他请辞，找一个风景秀美、人烟罕至的地方，静静地等待死亡。曾经他心里也想过，要跟破星会鱼死网破，自己已经还有一个被吴飞燕留在泥丸宫的自爆阵法，真要是鱼死网破，倒也能算个人体炸弹。可冷静下来再考虑这个问题，他就发现以自己对破清会的了解，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见到吴飞燕，最多也就是找吴家的那些后人发泄发泄。云如歌又不想自己最后去跟吴家那些傀儡拼命，于是索性也就放弃了报仇的这条路。叶晨眼见云如歌看自己的眼神惊讶不已，便开口说道：不好意思云小姐，这段时间有些忙碌，
一直没顾得上与你见面，不知道你在这里，一切都还习惯吗？云如歌回过神来，连忙恭敬地说道：多谢叶先生挂念，在下一切都好，洪武他们对在下也颇为照顾，什么要求都能够及时满足。叶晨点了点头，随即有些抱歉地说道：云小姐，还有件事情非常惭愧，那就是我至今还不曾找到破解你体内剧毒的办法。不过也请你放心，我会尽我所能，继续寻找解决之道。云如歌见叶晨满是歉意的眼神，心中有些感动，恭敬地说道：叶先生还记挂着在下，在下已经非常知足了。至于那毒能否解除，在下已经放平心态，结果都可以接受，也请叶先生不要太过为此操心。叶晨笑了笑，岔开话题道：对了，云小姐，我这次在非洲摩洛哥端掉了破青会的一个驻地，在那里意外遇到了一个和你很像的女士，她是破青会右军都督府的监事，不过20多岁就已经悟道了。20多岁就悟道了？云如歌惊讶不已，脱口道：右军都督府竟有如此天才，怎么我以前从来不曾听说过？叶晨道：此人是吴家的旁系家族，是连吴飞燕都在重点关注的天才，他与你情况一样，体内也都有这种剧毒，现在他已经决定为我效力，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需要他为我做的，所以便打算让他来金陵安顿，届时如果你有兴趣，你们也可以认识一下，看看是否能够交个朋友。好啊，云如歌有些期待地说道，像他这种天才，在修炼上肯定有他自己的感悟，与这样的人交流也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提升，再加上大家情况相似，也算是能够惺惺相惜。叶晨点头道：那我到时就让人把他带到香榭丽来，届时再介绍你们认识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对了，他的名字和你有点像，他叫宋如玉。宋如玉，云如歌微微笑道：跟我的名字确实很对仗，也算是有缘分。说罢，他问叶晨：叶先生不知是否方便跟大家说一下你此次去非洲的进展？叶晨点点头，他自己这次去非洲的情况跟他具体叙述了一遍。云如歌听得入神，至精彩处还情不自禁地拍手称快。在听到宋如玉的故事之后，忍不住感叹：吴飞燕的掌控欲属实变态，这个女人甚至都没有见过那个宋如玉，就已经把毒药喂进了她的口中，这是生怕她脱离掌控。叶晨道：整个破青会没有服下毒药的，恐怕也只有吴家人了。但吴家人对吴飞燕来说，即便没有毒药束缚，可控性也是非常强的。先不说吴家人一直都在依附着他，单就那些吴家人管理的死士和骁骑卫，就有数万人之众，而这些人本质上并不受他们操控，而是受吴飞燕操控。因为一旦这些人不听吴飞燕的话，吴飞燕就会断掉，就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吴家人有一心的话，麾下所有人马都会调转枪口指向他们。云如歌赞同地说道：吴飞燕本质上就是女版的崇祯帝，她除了自己之外，不相信任何人，没有人能脱离她的掌控。说着，他又道：那个宋玉茹，万幸还没有见过吴飞燕，否则的话，吴飞燕肯定也要在她的泥丸宫里布下一个自爆阵法。叶晨道：他现在最大的威胁，也是没有解毒的办法，所以我希望你们2个人能够在一起，好好研究一下这种剧毒体内的运作原理和底层逻辑。毕竟你们才是中毒的人，有很多感受只有你们才能够发现。如果你们能发现问题的本质，我或许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